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明明衣服这么多，为什么每天还是觉得没有衣服穿？这是不是每个女人都会碰到的世纪难题？没错，我也会碰到。那最近呢，我花了一点时间思考和总结，觉得可能不是因为我的衣服不够多，而是衣橱的结构呢出现了一点小问题。那今天就来分享7条我的总结吧，抛砖引玉啊，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补充，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世纪难题给攻克了。那影片最后呢，照例会有我最近在用的护理产品的分享。记得简单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也别忘了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号。那我们就开始了。我前一阵呢有好几次有特别强烈的没有衣服穿的感觉。有一次呢是我受邀去参加品牌活动，打开衣橱一看啊，发现大部分单品呢都是比较偏日常休闲风格的，包括有针织衫啊、休闲上衣、休闲裤、牛仔裤、平底鞋、拖鞋等等，几乎找不到一件比较正式的适合这种场合的单品。那最后万般无奈之下呢，我就穿了这件白衬衫和皮裤。那说实在话呢，我觉得穿的并不是特别得体的。因为那种场合嘛，大部分人都会穿相对比较正式的小洋装或者比较有设计感一点的单品，所以我不是很满意。那无独有偶，春天的时候呢，我去看了一次歌剧，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好多人呢都是穿着拖地的晚礼服，拿一个手包，特别的 glamorous。但是那一天呢，不好意思，我又没有穿对。你看我这一套穿搭就比较像去上班的，对吧？而且呢，我还很不合时宜，选了一双平底的玛丽珍鞋和一个比较适合上班的包包。总之吧，那天晚上呢，我就是后悔不已。那天之后呢，我就意识到，自从我2020年从公司辞职，没有再打工之后啊，我的衣橱里面大部分的单品呢，都是比较偏日常休闲风格的，几乎没有偏正式的单品。那虽然呢，我也没有说有这么多的活动要参加，这么多歌剧要看啊，但是时不时还是有的。每到这种场合呢，就会有特别强烈的感觉，天哪，我没有衣服穿。那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跟我的情况是相反的，比如说呢，我有些朋友他满柜子的衣服都是美美的小裙子啊、度假裙啊，或者是拍照特别好看的衣服，但是他日常呢是以上班带娃、买菜或者是喝咖啡这种生活方式为主的，就很少有机会能够穿到满柜子美美的裙子。那还有些朋友可能他整个衣橱呢都是偏比较运动风格的单品，但是他日常是要上班的，在办公室里面穿这么运动风格的单品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得体的。所以呢，我就越来越觉得一个好的衣柜啊，不是说你的衣服的数量有多少，而是说它是不是能够跟你的生活方式完美的匹配。比如说你80%的时间都要通勤的，那么你衣橱里面至少有80%的地方呢是要给到通勤风格的单品。那又比如说呢，你日常出行比较多，那你的衣柜里面应该就有大比例的比较适合旅行度假的单品。那又或者说呢，你经常要参加各种活动，或者你又很热爱看歌剧、看芭蕾，那你的衣橱里面呢就要预留几套比较正式的 outfit。那我想通了之后呢，就赶紧陆陆续续入了几条比较适合参加活动的单品。你看我后来去看歌剧的时候，这样穿就是非常得体的了吧。总之吧，慢慢打造一个呢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衣橱，就可以避免没有衣服穿的尴尬境地。很多时候呢，我们下单会被这个单品本身所吸引。举个例子啊，我在很多年前买过这个姜黄色的小包，买的时候可喜欢了，哇，你看这个姜黄色好美啊，这个麂皮材质好高级啊，你看上面还有2道条纹，好有设计感啊。但是问题就是它真的很难搭配哦。我记得我一整年大概拿的次数不超过2次，再加上呢我那个时候还在公司上班，日常都是背大包出行的嘛，这个小包真的没有机会用哦，所以到最后呢就闲置了，被我断舍离了。其实呢，不光是买包啦，买鞋、买衣服都是一样的。经常呢买了什么好看的衣服回来啊，发现搭不上而且也不知道配什么包、配什么鞋，有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那我后面呢才慢慢摸索出来买东西并不仅仅是买单品本身，我们买的是一个搭配你的衣橱呢就应该是一个可以互相排列组合的系统，而不是一堆毫无任何联系的漂亮的衣服、鞋子和包包。那每次买东西之前呢，先问一下自己，能不能和我现成的单品搭配在一起？收到之后呢，赶紧打开衣橱来实际搭配一下，至少能够搭配出3套，我才会考虑把这个单品留下。
那有的时候呢，我甚至会把这个单品在家里面放1个星期啊，看看它是不是能够融入到我这1个星期的穿搭里面啊。如果这整整1个星期我都没有办法把它融进去的，那这个单品估计就够呛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我在前几天刚刚抢到了 Massimo Dutti 打折的这条红裙子，因为我很喜欢红色嘛，看到就毫不犹豫下单了。结果收到之后，我发现真的挺难搭配的，哪怕这整整1个星期躺在我家里，我都想不出来有什么日常的衣服可以跟它配，除了这个白背心还可以。当然了，不得不说这个裙子我穿本身是好看的，但是就是很难搭配啊。鞋和包呢也很难找到适合的。我想来想去觉得好看的衣服这么多，没有必要为了这条裙子那么为难自己啊，很勉强就算了。那最后呢，我就把这条红裙子退了。那总结一下，我们买的呢是整个可以搭配的系统，而不仅仅是单品本身。有的人呢可能觉得衣服要多一点，这样选择会更多，就不会没有衣服穿啦。但可能呢情况是恰好相反的。心理学上呢有个概念叫做 choice overload。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东西，看到有30种番茄酱、40种橄榄油，哇，我看得头都晕了，各种品牌、各种规格、各种口味，买什么？最后我经常什么都不买就回家了。这个就是 choice overload。那这里呢，顺便也插一句啊，像 Costco 为什么会这么成功啊？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人为把 choice 给减少了。比如说橄榄油吧，它可能就只有1到2个品牌，每个品牌就只有1到2种规格，消费者能够选择的余地大大的减少了，反而就更加有利于他去购买。那穿衣服也是一样啊，每天打开衣橱看到有无数种衣服的时候，会觉得哇，头好疼啊，好累啊。于是呢，大脑就会自动做出阻力最小的那个选择，那就是那就穿昨天穿过的衣服吧。那你每天穿来穿去就这几套，是不是久而久之就觉得我没有衣服穿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明明衣橱里面的衣服并没有这么多，但是你的衣橱呢可能太满了、太乱了，很多衣服都塞在最里面，整一个季节都没有拿出来，每天穿的都是最外面的那几件，那么穿来穿去肯定穿腻了呀，你肯定会觉得我怎么没有衣服穿啊？那么在这2种情况下呢，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再买衣服了。首先呢，先把衣橱好好的整理一下，不穿的、不喜欢的、不合身的，全部都送掉、卖掉、捐掉。然后呢，衣服按照品类、颜色好好归类，好好的整理，好好的该挂的挂起来，该放的放起来。请看我的衣橱当衣柜井井有条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其实选择好像也没有这么多那每天搭配的时候呢，就会轻松很多。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我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同时呢，也别忘了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号，每天都有我的穿搭小影片分享哦。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每当换季的时节呢，就特别容易感觉没有衣服穿衣橱打开，怎么都是前2年流行的单品啊？比如说 Valentino 粉。又比如说那些厚底鞋，真的不想再穿了。那时髦话是怎么说的？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今年的自己。那么解决方案就是你需要把衣橱的结构呢去更改一下。衣橱里面呢至少要有80%的基本款，这些基本款呢是永不过时的，而且可以互相搭配你永远不会有没有衣服穿的情况。同时呢，加入20%的潮流款，可以跟基本款的互相搭配，也不会觉得无聊。记住了，再也不要买太多的潮流款了。还有一类衣服呢，它是属于记忆点特别强的，比如说大面积的印花、非常鲜艳的颜色、设计感特别强的单品，穿一次就会被别人记住，而且你就不想再穿了。当然了，我给的这2张图片呢，相对会比较夸张你可能说我日常不会穿这种衣服的，但是日常我相信大家都会穿连身裙吧。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就很喜欢穿这种连身裙，但是其实连身裙呢也是属于记忆力很高的单品，基本上你穿一次，你的同事看到了，你就很难能够在短时间内再穿第2次，基本上1年能够轮到穿它的机会也就2次吧，久而久之也就闲置了。当然了，不是说不能买这种类型的单品可以买的，只是衣橱里面呢
不要买太多。大部分的衣橱空间呢，还是要留给上下身的单品。这些上下身呢，是可以互相排列组合，就会有无数种花样出来哦。穿搭呢也不会无聊，而且呢，衣服的利用率提高之后呢，你就不会感觉说我每天没有衣服穿了。还有不少朋友呢，买衣服的颜色呢会比较多，比较花哨一点哦。比如说今天买绿色，明天买紫色，后天买黄色，单看呢都很好看，但是搭配在一起就会互相打架哦，怎么都配不起来，那你自然觉得没有衣服穿啦。那我的建议呢，还是要先从中性色开始哦，奶油白、米色、驼色、灰色、深蓝色、黑色，这些呢都是属于常青款式，永不过时，而且永不打架，随便怎么排列组合都会很好看。然后呢，可以再选1到2个相对比较亮的颜色作为补充。比如说我自己吧，就是红色，你看我有各种各样不同明度、不同亮度的红色，跟这些中性色都是配得起来的。总之吧，当你的颜色呢统一之后啊，搭配的难度就会小很多，就不会再有没有衣服穿的困扰了。现在嘛，大家都很喜欢找平替哦，也不是说平替不能买吧，就是既然平替，它一定是有原因是平替的，不是原本，对吧？那有可能买回来，又觉得这个领子嘛差了一点，版型嘛差了一点，面料嘛差了一点，就那么差了一点点就不想穿了。结果呢，就不停的在找其他的平替，不停的买，不停的又觉得，差了一点点，再换一个吧。最后你会发现哦，你买了好多个平替，加起来的钱还不如说我去买一件原本我想买的那个单品。有没有被我说中啊？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些高频率使用的质感单品不要去找平替了，比如说衬衫、大衣、牛仔裤、西装裤哦，这种单品如果你喜欢，在能力范围就买你喜欢的那个单品就好了，投资一件可以穿很多年，否则的话真的就是浪费钱浪费时间。好，那最后呢，就是分享我最近在用的身体护理产品了，是来自一个叫做 Salt Air 的美国品牌哦。Salt 嘛就是盐 ，Air 嘛就是空气，听名字就知道了，就很有那种海边度假很清爽的那种感觉。那第一个呢，就是我这2天刚刚入的磨砂膏，因为夏天嘛，露肤面积比较大，尤其脚后跟啊、手肘这里哦，就会比较难看嘛，所以我就用这个磨砂膏。这个味道好好闻，有点木质香调的，好想去海边度假。它呢用的是盐精和糖精，皮肤不会痛的，大家可以放心。里面呢还有植物油，用完呢皮肤有点滑滑的，不会干涩。身上呢我一般1周用1到2次，那脚后跟呢我一般是每1到2天就会用1次，因为脚比较粗糙。那平时呢我就用他们家这个沐浴露，也蛮好用的，质地也蛮有意思的，挤出来呢是 cream 质地的，加水之后呢就会打出很细腻的泡沫。它呢清洁力足够，但是呢又不会皮肤发涩，也不会皮肤呢有假滑，蛮喜欢的。洗完澡之后呢，我就用这个 body butter，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因为我用很多普通的身体乳呢，都会觉得还是太薄了，因为我是大干皮嘛，那用这个 body butter 对我来讲是正好，但它又不会厚重，也是很快能够吸收的。那如果你皮肤本身比较油的话，现在也不要用了，到秋冬季节用它呢会比较好。它的味道呢有一点点偏奶油烤杏仁的味道。很香。最后还有一个身体油，其实我春天的时候就用了，但是现在因为太热了，所以我就没有再用了。但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油状质地的产品嘛，等到天气稍微冷一点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分享。它呢也不厚重了，秒吸收，也不会弄脏衣服的。好啦，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喜欢啊。其实这个选题呢，我是想做很久了，但我思考了很久，才总结出了这一些哦。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大家还有什么留言想补充吗？也欢迎一起跟大家分享你的一些想法，我们一起来攻克这个世纪难题啊！每天早上打开衣橱，都会很快速的挑选到自己喜欢的单品，搭配在一起，每天都美美的，心情好好的。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也别忘了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号，每天我都会发今天的穿搭小影片以及可以一键购买的链接啊。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支影片见了，拜拜。